您现在看到的这位年轻人名字叫做黄杨甜甜，他今年只有17岁，再过2个月才18岁。今年5月11号，深圳华侨城高级中学举办成人礼，作为这个学校的学生，他参加了这个仪式可没想到参加完仪式之后他引发了一场舆论的暴风骤雨在介绍这场暴风骤雨之前，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黄杨甜甜。这黄杨甜甜出生在2007年的7月9号，他9岁的时候就参加湖南卫视的节目、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就崭露头角。10岁的时候，他参加了一部电视剧，这部电视剧叫《楚乔传》，他在这个电视剧中间扮演这楚乔年幼的这个形象。据说小孩这个表演的内容楚楚动人，引起了这个演艺界的关注至此之后，10岁的这个黄杨甜甜就开始走进了演艺生涯。话说句心里话因为我也没看过这黄杨甜甜演的电视剧因为我平时工作比较忙看国内的电视剧呢还得翻墙，非常不容易但是为了做这期节目我也查了一下他相关的资料，人家说他一共是演了30多部电视剧，从一开始的一个童星慢慢已经变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影星当然在我们这个节目中间，因为不是特别重要的信息，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如果有兴趣的话，各位也可以谷歌一下但总而言之一句话，在这个即将高中毕业的时候这黄杨甜甜人家跟一般的中学生已经不太一样了。他呢已经拿到了北京电影学院和包括中央戏剧学院2所学校的 offer， 据说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他的表演专业专业课的成绩名列第2，而北京电影学院的表演系的专业课成绩呢名列第6，那都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所以说呢，应该说即将高中毕业的黄杨甜甜是星光大道正在等待着他。在这种背景下，你想想5月11号这一天，他们学校搞这个成人礼，那黄杨甜甜是非常重视据他自己讲他为了搞这个成人礼，他做了2件事。第一件事呢，跟自己的闺蜜一起买了一个礼服，非常漂亮的礼服，礼服4000多块钱，他自己非常满意另外一个呢，找他妈妈要了一个耳环、耳坠戴到了耳朵上就参加这个成人礼。网上流行了一段就是他的同学把这个5月11号这一天深圳华侨城中学这成人礼的视频呢，在这个视频中间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黄杨甜甜在台上跟其他的同学一起唱歌。你看这唱歌中间，男孩子都是穿着西服而这黄杨甜甜呢，她呢，你看她穿的这个晚礼服确实是比较扎眼，比旁边的这些女孩子还是漂亮不少那个成人礼之后呢，她自己就发了一些社交媒体，这社交媒体的包括小红书也包括 Instagram 上，也包括一些其他的内容这里面既有视频也有图片。在这个图片过程中间她的耳朵旁边这个耳坠就看得特别让人觉得扎眼于是就有好事者就开始研究，说这个黄杨甜甜这17岁的小姑娘戴的这个耳坠不一般这耳坠出自于英国有一家奢侈品公司叫格拉夫。这格拉夫专门生产各种珠宝的，你像英国的王室包括欧洲什么比利时西班牙这些国家的王室经常都佩戴这个格拉夫的这些珠宝往往都采用这1对1定制的这种形式。那这是据说是硬通货就是这些珠宝平时一般都不贬值，你买完之后隔多少年之后还得涨价。那么它的这款耳坠据说就是格拉夫中间有一款叫经典蝴蝶，这经典蝴蝶款中间呢祖母绿这个系列，大家可以看它耳坠中间有个小蝴蝶，这小蝴蝶下面呢有几个小坠，这坠上面呢都是镶嵌着祖母绿。有人就说了这款这个经典蝴蝶祖母绿在这个格拉夫的网站上官价是230万块钱人民币，230万块钱人民币那还得了，那肯定是家里有矿有人说一般人什么人会花230万块钱买一个耳坠有人说你肯定家里头至少有1个亿，你才能花230万买一个耳坠，对不对？当然我觉得有1个亿也不一定买，你像我就是有1个亿，我也不会花230万块钱去买一个耳坠，2万3还差不多，可以考虑考虑金牛座比较抠门嘛但这个信息一传出来，那就不得了了。大家就想，一个17岁的小姑娘还没有成人呢，就算她是演过一些电视剧，现在也不是大明星，应该也没有多少收入，
他哪来这么多钱呢？他如果没有这么多钱，他们家哪来这么多钱呢？大家就开始研究，在网上啊，这网络上的福尔摩斯就开始纷纷出动啊。这一出动可不得了，就发现了很多秘密啊。发现什么秘密呢？就说啊，这黄杨甜甜他爸啊姓杨，姓杨啊，名叫杨伟。杨伟啊，他是四川雅安的一个公务员。那这个信息一出来之后，那更不得了了。你爸是一个公务员，公务员你怎么可能有那么多钱呢？对不对？公务员那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应该是比较廉洁的。人家习近平一个月工资才2万块钱，你爸能有多少钱呢？还有了，说他爸这个杨伟啊，在雅安的公务员里头负责这个招投标的工作。招投标，那你想想，那平时就是专门负责政府的各种各样的招投标项目。你这招投标项目，那正好是上下其手最容易出现问题的那个环节嘛。而且雅安这个地方还不一样，2013年发生过一场地震，这个地震呢，事后国家拨了很多钱在这个地方啊去重建，包括网民也给雅安地震捐了很多钱啊。这些钱啊，网上也有公开的数据啊，说雅安地震重建大概是需要花582亿人民币，582亿人民币，你又负责这个招投标的，那你想想，你女儿戴一个耳环有230万。网民这些信息放在一起一联想，肯定就想你这钱肯定是来路不明啊。所以网民就讽刺说你这个黄杨甜甜啊，就是这个耳环耳坠到底是哪一款呢？有人说这叫救灾款。所谓救灾款，就是说你这钱是全国纳税人给你共同捐款买的这款，言下之意就是你这钱都是脏钱买的。那这些信息一出来之后，就上了热搜了，对吧？你公务员的孩子花230万买一个耳环，那还得了，是吧？所以这信息到了5月15号这一天，有媒体就打电话给这个雅安市啊，就核实，说这个他父亲杨伟啊，是不是雅安市的公务员啊？里面说是在我们原先啊有个叫什么经信局里头工作，2015年到2017年，但是啊他8年前就辞职下海了，下海经商了。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他之后啊，他这个钱呢怎么赚来的，包括他们这个都是他们的私事儿，跟我们雅安之间没什么关系，我们也不了解他到底有多少钱，到底怎么赚的。那这个信息出来之后，网民又不干了。你想想，官员下海经商，这不是很多官员这平时捞够了以后才去下海的吗？然后下海经商之后来洗白，对不对？另外还有一种官员的腐败，就是他在任内的时候他可能没贪，但是下海之后经商了，然后就开始兑现当时在任内跟别人达成那种利益输送的一种兑现吗？这不也是一种常用方式吗？所以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很多网民继续就不依不饶，就说你这肯定是脏钱。于是这个热搜都上千万的点击量啊，这舆情汹涌啊。到了5月16号啊，就发了2个声明。一个声明呢，就是这个黄杨甜甜啊，他所在的这个经纪公司，这个经纪公司叫嘉行星光，他在这天上午发了一个声明。他这个声明说什么呢？他说啊，现在网上的很多不实信息、造谣信息，已经对黄杨甜甜还包括他的家人造成了非常恶意的这种形象。这种形象，我们作为一个公众室啊，特此发声明。这声明主要讲了3点。第一点，警告那些传播不实消息、造谣的人，你赶紧停止侵权。第二，警告那些传播这些不实信息的人，你不要再传播了，不要再扩大影响。第三，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固定证据了，请律师，我告诉你进行固定证据了呀。我们这个在条件合适的时候要进行维权。言下之意啊，我搞不好我要起诉你啊，你们造谣啊。下面他还说了啊，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望广大网友啊，不信谣不传谣，这都是那个我们平时看到的那些声明中间的标准用语啊。这个不信谣不传谣啊，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当天下午呢，就有一个人以黄杨的爸爸的身份也发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呢，他就讲啊，他是黄杨的爸爸啊，这个非常不好意思啊，占用了大家的公共空间。我来解释一下，他解释呢主要有这么几点。第一点呢，就是啊，那个耳坠啊不是真的，是个仿品。现在他把这个耳坠啊已经封存了，
随时欢迎有关部门来鉴定，就不值钱。言下之意，230万这件事情是子虚乌有。第二呢，他就讲了一下他个人的经历。他说呢，他是2010年啊，他报考了四川雅安的公务员，然后当了公务员之后呢，一开始在雅安市的这个城管局工作啊，就是搞一些就城管队嘛，啊，就是对付那小商小贩嘛。然后2015年的时候，他调到了雅安市啊，叫投资促进局下面的服务中心。在这个过程中间，他放弃了公务员的身份，那就不是公务员了嘛。在这个投资服务中心里头，他负责招商引资工作。而且他强调了啊，他说这个招商引资工作里面呢，从来没有负责过招投标。而且网民当时扒出来有一个信息，说啊，四川省啊慈善总会办公室主任的名字就叫杨伟。他在这个声明里头啊，还特别强调，他说你看那个杨伟啊，不是我，只是同名同姓，我不是那个四川慈善总会那个杨伟。同时呢，他好像还辟谣了有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叫益善堂，说他们当时没有做什么实际经营，大概就是这些内容啊。但是啊，也就是在他自己发这个声明的前后脚啊，网民还是在进行各种各样的这个信息扒粪呢。这信息扒粪的主要内容啊，主要有2个方面。他不是说他没有负责过招商引资吗？有一个网民就扒出来了，不对，为什么呢？说2015年呢，说是11月份还是12月份呢，他们这个有个叫行经县，行经县有个云峰景区，这个是国家4A 级景区啊，它这个景区要搞建设，这景区建设当时就搞招投标。这个招投标的负责人呢有2个，一个叫孙杰，孙杰是他们行经县的旅游局的人，另外一个人就杨伟，这杨伟就是雅安市这个投资促进局这个局里面的干部，就叫杨伟，还留了一个手机号。你看，明明你负责过招投标吧？你说你没负责招投标，这不就是你们雅安市那个叫什么投资促进局里头那个干部叫杨伟吗？难道你这个投资促进局里头还有2个杨伟吗？说这个你看说假话了吧？这是第一个方面啊。第二个方面就开始扒这个杨伟啊辞职之后的一些做法。他们就扒到这杨伟啊辞职之后呢，就在深圳有一家叫国影影视公司里头当法人。这国影的影视公司啊，有点意思啊。它是成立在2014年，也就是杨伟当时还在雅安当公务员啊。这个法人呢，一开始叫司亚蒙。这司亚蒙，网友就说了，这是黄杨甜甜的舅舅，也就是他妈的弟弟。然后他当了2年法人之后呢，就把法人转让给了一个叫司林霞的人。这司林霞啊，人家说就是黄杨甜甜他妈妈。然后到了2017年，他爸爸杨伟啊，从这个雅安那边辞职了，才当上了这家公司的法人。应该说啊，这家公司的法人的杨伟啊，应该就是黄杨甜甜的爸爸。为什么呢？你用天眼查来查的时候，这个人他关联的公司啊，一查，其中有一家关联的公司呢，叫东店黄杨甜甜影视工作室。这个影视工作室肯定是跟黄杨甜甜有关的嘛。这个法人代表就是这家公司的杨伟，所以此杨伟一定是黄杨甜甜的爸爸。那么网民就接着扒呀，说啊，就是这家啊，这个国影影视公司啊，那个司亚蒙啊，也有点意思啊。这司亚蒙啊，后来啊，被有关部门啊，因为倒卖这个出国证件罪，被判刑5年零3个月。倒卖什么呢？就倒卖那个港澳通行证。就当年这个港澳通行证，说他用假的资料啊帮别人申请，其中有个姓郑的，就用他假的这个港澳通行证啊，往返香港和内地148次，光在他那个地方啊，一共花了钱是花了15000块钱。当然还有其他人，一查说非法所得有30万，给抓起来判刑了啊。当然咱们不知道啊，他当时辞去这个法人代表是不是跟这有关啊？另外一个方面，这个司林霞，说司林霞呀，他呢当时在深圳，在2012年的时候就成立了公司。成立什么公司呢？就是搞这移民中介公司。那你看移民中介公司倒卖这个出入境的证件，这不就对上了吗？这肯定这姐俩很早就从事这个行业啊。更有意思的一个信息啊，就是在2015年的时候，杨伟还在雅安的时候啊，当公务员的时候，这司林霞好像在当地成立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啊叫什么上品什么商务有限公司啊，占股25%。因为司林霞这个名字啊太少见了，
姓司本身就是一个很少见的姓氏啊。司灵霞，你这个司灵霞在当地成立一家公司，那你当时杨伟你本身还是雅安的公务员呢？你老婆在当地成立一家商务有限公司，目的何在呀？那这些信息应该说，这个杨伟都没有解释，而且网友还继续扒，说2020年的时候啊，这杨伟在深圳又成立了一家益善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干什么的呢？就是专门搞核酸检测的。你想想，2020年那时候不是国内是疫情吗？人家这个头脑比较清楚啊，疫情以来就开始搞核酸检测，所以当时杨伟在他的那个声明里头解释，就说当时我们这搞的这个公司啊，我们也没有实际运营，但是关于其他公司的事情，他都没有回应。也就是那云峰的4A 级景区啊，那个招标的工作，那个杨伟是不是他也没解释。包括那个上品那个公司里头，司灵霞是不是他的太太，他也没解释。所以啊，就这件事啊，在网上吵来吵去啊，最新的信息就5月17号啊，就是说当地的纪委啊，据说已经介入了，要针对这件事情啊进行一个调查。在我看来啊，这件事情啊，纪委确实应该调查。虽然说啊，这杨伟啊，在8年前已经辞职了，他已经不是公务员了，但他毕竟此前的身份就是公务员嘛。你当过公务员，就算离任之后，其实当地的纪委啊，也有必要对他过去的那些在公务员期间的行为进行调查。而且这件事情说白了，如果你不调查清楚的话，那无论是对黄洋、田田他们一家，也包括公众来讲啊，这都是缺乏一个交代的。这种舆情啊，你不给出一个清晰的结论，是没办法平息下去的。那紧接着啊，我就来谈一谈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啊。首先第一点就是这个事情的肇始啊，就是黄洋、田田戴的这个耳坠啊，它到底是不是真的，是不是这个格拉夫？我这2天啊，看到网上有一个搞珠宝的行业，人家做过仔细的鉴定。那根据它左边晒的图以及右边的这个正版的，我们可以分析出2个点。一个呢，就是我们作为专业人士看，它这个呢是横直圈的扣法，这一个呢我们在业内人士叫做波板扣。波板扣呢，它扣出来会精致一些。这个横直圈呢，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它有2个圈圈，这种圈圈扣出来会灵动，但是呢没有这个波板扣扣出来精致。第2个点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耳环呢，它这个顶部呢，它是没有这个钩的，它直接用耳拍做的这个耳环。这一个呢，它就是明显有个耳钩，所以它是勾上去的。从这2点就会发现呢，它跟这个正版是有很大的区别。他的结论呢，好像是仿品。大家可以看啊，他刚才说的啊，我觉得啊，他说的蛮有道理的。他这个黄洋、田田戴的这个耳坠啊，它上面带个钩。这个钩子啊，实际上在高档的耳坠里头啊，其实是不存在的。你看人家正品中间就不是钩，这钩本身确实是一下子就给人感觉啊，这层次就上不去了。另外就底下那小的祖母绿那个扣啊，它跟上面这中间就是用小圈来勾起来的，这其实啊也不像是一个高档的这种所谓的装饰品啊。所以啊，在我看来，这大概率啊是一个仿品。当然了，人家刚才说的也有道理啊。就说有些人家是买了一个正品，但平时佩戴呢是佩戴仿品，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所以啊，你单独鉴定这个东西呢，也没有太大的价值。所以这是第一点啊，就是这个关于它这个耳坠本身。另外一点，我还想补充一点啊，就算这是正品啊，其实这个蝴蝶、祖母绿啊，这个系列里头也不是说都是230万，我看呢便宜的也有几十万的啊，230万只是这个经典系列中间最贵的一款。那它是不是就一定是属于这个最贵的这一款呢？也不好说啊，反正价格是几十万到200万之间，这是第一点。第2点就是这黄洋、田田也包括他父亲的这个声明啊，我觉得不太好。声明的内容为什么呢？你这个声明啊，你在讲什么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啊，你大家不要信谣，不要传谣，言下之意就是民众对你的家庭的收入，也包括你父亲的这个收入，好像是没有质疑的权利。但是这里头不要忘了，他爸当年是的确当过雅安市的公务员。你当过公务员跟普通的民众就不一样。如果你爸没当过公务员，你就一直在深圳开影视公司，
那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声明是有道理的。但你当过公务员就不同了，为什么？你当过公务员之后啊，你跟一般的民众区别在哪儿呢？一般的民众，一般来说，你自己的钱，如果别人没有证据证明你这个钱是违法所得，那么你就是清白的，对不对？因为谁主张谁举证。但你当过公务员就不一样了，公务员你就需要举证倒置。公务员是这样的，你的钱如果不能证明是清白的，那么你就是有问题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两者之间的区别啊！大家都知道，在公务员，我们国家的刑法里头有一个罪名叫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罪。这个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罪针对的就是国家公务人员。言下之意就是你如果是一个国家公务人员啊，你家里头突然有很多钱，或者是被人发现有很多钱，但是你又不能证明你这些钱是来源于合法途径，那么你就犯罪了，你就可以依据这个来判你的刑。但你想想，如果你是个普通人，比如说我王志安，对不对？因为我过去没有当过这个国家公务员嘛，突然有人发现我有10亿美金，那你怎么办？你怎么样？那你也不能证明我有问题，对不对？你除非你证明我这10亿美金我是偷来的，我是抢来的，我贪污的，否则的话我这10亿美金没问题。但假如我当过公务员，我有10亿美金，我就得证实这10亿美金来源合法。虽然你爸爸杨伟现在已经辞职8年了，然后下海经商了，但你依然有义务证明你的钱不是来源于雅安当公务员期间非法所得来的。就是这个道理啊，在我看来，在他们的声明中间，他们没有讲清楚。也就是说，在我看来，就这个事件中间，网民对他父亲的质疑，实际上是一种正当权利。因为你是公务员，你曾经是公务员，虽然你下海经商了，民众也有权质疑你的钱是不是来源合法。这是第2个方面。第3个方面，我看完了他这整个的网民的质疑的内容啊，其实我还是倾向于大概率啊，他们家这些钱啊，是来源于他妈早年挣来的，并不是来源于他爸啊在雅安期间贪污来的。因为这个黄杨甜甜啊，他在网上晒过他们家在华侨城有一栋别墅，有人说那别墅就1.8亿，说他们家有钱，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肯定是非常有钱。但是呢，人家他妈在2012年不就开公司了吗？人开公司跟他舅舅不是一开始就倒卖这个港澳通行证吗？办移民也是很赚钱的。所以他妈因为很早就经商了，他爸2017年退职之后跟他妈合伙创业，在我看来，那个时候他妈一定已经是在这个经商这方面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他爸才辞职了嘛。所以在我看来啊，就是他妈早年挣到的钱给他们家赚来的这个家底儿啊，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当然也不排除啊，他爸当年在雅安的时候上下其手啊，也赚了钱，这种可能性也存在，对不对？但是我想说的是，就算是前一种，那么为什么网民就不信呢？为什么网民一下子就认为是他爸贪污的呢？这里头啊，这个社会心理就特别值得分析啊。在我看来啊，网民之所以形成这样一种刻板印象，是因为此前类似的事件发生过程中，几乎所有最后的结论都验证了网民一开始的疑点，就是那些坑爹的2代。你比如说，深圳不是有个叫北极鲶鱼的吗？那不是2年前他留学到澳大利亚了，在网上跟别人打嘴仗，他说你们这些韭菜，我们家存款里有9位数，为什么有9位数？都是你们这些韭菜供我们的，我告诉你们，是吧？跟网上打嘴仗。然后大家一查，说他的爷爷啊是那个深圳市原先交通局的局长。9位数是多少钱？9位数我仔细算了一下，好像是1亿还是10个亿啊，反正很多钱。大家就想，那你哪那么多钱呢？大家就纷纷去问这个深圳市的交通局。深圳市的交通局当时不管呢，他早就退休了，跟这个杨伟同志一样啊，退休很多年了，一直都没管。但是后来在2023年的9月份，中共深圳市的纪委介入这件事情，就开始调查。一调查说他这个爷爷姓钟，叫什么钟耕赐，一查果然是存在问题，说对党不忠诚，不老实，然后呢就是借机收受别人的贿赂，
于是最后开除党籍，没收违法所得。但最后没收了多少违法所得呢？我们也不知道，是9位数啊，还是10位数啊，还是11位数啊？我们通通不知道。完事只是说没收了他的非法所得。我猜啊，就是深圳市纪委啊，也是出于对广大网民情绪的保护。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是把这个数字公布出来啊，肯定是网民很多情绪上也不能接受。一个看起来没有问题的官员都退休了，结果一查，他孙女在网上说了一句你们都是韭菜，结果一查就没收了，比如说9位数，那你想想大家能接受吗？接受不了吧。所以北极鲶鱼这件事情，最后深圳市纪委也没有公布他爷爷到底被没收的这个数字啊，到底是几位数。这也是一片苦心呐，为了保护网民的情感不受太大的刺激啊。那类似的事件就更多了，你就比如说我们前2天做的这个中日友好医院的事情，那一个消费医生出轨了董希颖，结果董希颖的事情就牵扯到协和4+4的这样的一个腐败案件啊。你看看，这叫牵一发而动全身呐！蝴蝶在南美洲一扑棱翅膀，北京就下起了瓢泼大雨啊。那过去我也讲过，中国原先不有个网民叫花总吗？花总丢失了金箍棒，他有一大爱好，就帮别人在网上鉴表。有一张照片，有一个表的这个形状，他就能鉴定出来是什么型号的，多少钱。结果好多中国的官员就倒在了这个花总下。当时陕西安监局不是有个叫杨达才的吗？杨达才在2012年，那陕西当时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一起特大事故，36人死亡。他呢作为安监局局长，他面带微笑出现在现场，结果这个面带微笑触动了网民。网民说：“你看，出了这么大的事故啊，安监局局长没有悲悯之情，到了现场之后还笑，不光还笑，当时胳膊上带了一个表，这表是个劳力士，挺值钱的。结果就让花总来鉴定。”花总一鉴定说：“哎呦，这表值钱，这表啊65000块钱人民币。但是你一个安监局局长，你哪来的钱买6.5万的一个劳力士啊？而且你买一个6.5万的劳力士，你不可能只有6.5万呢，你肯定得有个6500万，你才能舍得花钱去买劳力士，是吧？”结果后来有好事者一查，这杨达才啊是个表哥，什么意思呢？他不光是带这个劳力士啊，他还带欧米伽，还带这个什么江诗丹顿，不同的场合带不同的表。表多了去了，结果这一查可不得了了，大家都纷纷问你到底有多少块表啊？后来也是这一年，陕西省纪委出动了，最后把这杨达才就给双规了。双规之后，最后判了刑，一证明果不其然，这杨达才啊有巨额财产来历不明，最后好像判了10年还是12年啊。但是这些案例你就会发现啊，就网民一开始风起于清平之末的时候，所有的疑点最后都得到了证实。一开始可能是捕风捉影，但是最后呢，都实打实的落到了实处。所以网民就形成这样一种经验反馈，只要是这些官二代们，只要是这些政府官员们有一点什么情况，你一质疑，最后你看，只要纪委出来一调查，没跑，全都有问题。所以就算是这个黄洋甜甜啊这件事情啊，在我看来啊，就现在在我看来，就是这个现在呈现出来这个事实，证据不是那么充分，网民依然愿意相信他爸就是个贪官，就是因为这样一种经验反馈所造成的，形成了一种刻板印象。那么这种刻板印象说明什么？说明在我们的政府官员里头，腐败确确实实是一种极其普遍的现象。这种极其普遍的现象啊，没有得到权力的制约。那么呢，它都是通过一些偶然的偶发事件翻了车，引发了舆论关注，最后呢，就败露了。它不是通过一个系统性的防腐败的机制防止的发现的。所以网民为什么热衷于通过这种情况去抓这背后的腐败分子？也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抓到腐败分子嘛，这是中国的社会现实嘛。所以在我看来啊，这件事情啊，我最后想说的就是2点。第一点，这个杨伟啊，他虽然说是已经下海8年了，但他的离任审计做了吗？因为按照我们国家的公务员法啊，你这个政府官员，你如果下海经商，有离任审计，也有所谓的利益回避。那么这种利益回避和离任审计啊，至少要每隔3年，中间你还再重新去
去核实一下。那你现在雅安市政府部门至少呈现出来这个态度，这个杨伟辞职之后，跟他们之间再也没有联系了。那既没有离任审计，也没有离任之后利益回避的一个固定的机制，肯定是有所谓的这个方面的疏忽之处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如果中共不能建立起来一套制度性的反腐败的机制，那么其实这件事情啊，如果最终没有纪委的调查之前，就会陷入到那种所谓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这种状态。也就是他们的父女2个人来发声明，但是网民就是认为他们是腐败分子。要想解决公众的这样一种心理，那只有一个办法，就得通过建立一套制度性的反腐败的机制。当然，这套机制啊，中共愿不愿意建立，能不能够建立，那我们就不知道了。所以啊，我相信啊，类似的这种新闻呢，可能啊还会隔3差5啊，经常再上演一遍吧。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